你的高中社团现在还在吗？最近几年，很多的高中传统大社陆续的倒闭，不少人认为这都是因为教改扭曲了高中社团的生态，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高中社团倒闭潮吧。嗨，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几年很多高中的手语社啊、康复社这些传统大社都陆续的倒闭，就连一些学校的热舞社、热音社也出现招生不足的问题。对于这些大社的没落，许多毕业的学长姐都感到非常的可惜，网络上面哀嚎一片。有的人将矛头指向了教改，认为现在高中生之所以越来越不玩社团，都是因为新课纲跟学习历程档案害的。不过，也有人觉得这跟教改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现在高中生娱乐交朋友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才会让玩社团的人越来越少。今天我们会来看看，究竟高中社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教改过后，大家真的都不玩社团了吗？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是设计系的学生，会不会觉得学校教的东西很难跟实务接轨呢？又或者工作上面常需要跟设计打交道，但总困于各种职场难题，不知道该怎么样系统性的提升设计能力呢？别担心，最近27志学集结了20位顶尖设计师，开设了设计实战全方位线上课程，带你一次学会编排、品牌、包装、印刷、插画、摄影、合成、提案等各项必备设计技能，让你不再害怕遇到各种设计难题，全方位的补足从创作、职场到接案的每一个环节。而且现在募资期间呢，有超低53折的限时优惠价，还可以再抽 Wacom 高阶电绘板，越早买就越便宜，赠品也越丰富哦。如果你也想要在设计的路上走得更顺畅，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来了解更多的课程资讯吧。不久之前，建中手语社宣告倒社而今年呢，曾经在校内与热舞社、吉他社并列3大社的成功高中手语社也面临倒社的危机。而不只是手语社以前在很多高中呢都是前3大社团的康复社，也在这几年快速的萎缩，一个接着一个消失。除此之外呢，以往大家抢破头的热舞社啊、热音社或者是吉他社，最近几年也开始出现招生困难的状况，让不少人担心自己参加过的社团也会在几年后走入历史。对于这些大社的没落，很多毕业的学长姐非常的感慨，大家很难相信以前从来不会招生不足，社课随便都是好几十人甚至是超过100人参与的大型社团，竟然可以在短短的几年内变成这个样子。大社变小社，小社死一片，成为了各个高中娱乐表演性社团共同面临的困境。有些人觉得这代表高中生玩社团的风气正在消失，而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都是因为教改害的。108课纲之后，大学招生需要看学习历程档案，其中社团表现的部分也会列入评分标准，这让很多学生跟家长变得战战兢兢。除了把书读好之外呢，参加对的社团也变得超级重要。因此，不少人的社团首选变成了生物研究社、城市研究社这类的学术性社团，希望可以在学习历程档案上面呢放上一些看起来比较加分的内容。有高中生就表示他很喜欢跳舞，原本也想要加热舞社，但想到呢，如果社团活动都是在练舞的话，学习历程呢会很难写，所以最后就放弃了。也有人分享他们原本呢想要参加戏剧社啊、吉他社或是魔术社这些感觉比较好玩的社团，但是在爸妈还有老师的建议之下，最后还是加入了学术性社团，觉得对于升学比较有保障。甚至现在还有一些社团的干部为了吸引新生直接把学长姐教你写学习历程当作是招生卖点，希望可以说服学弟妹安心的加入自己的社团。总而言之呢，学习历程档案的出现冲击了高中社团的生态。有的人就批评教改应该要鼓励学生有多元表现，但现在因为评分制度的关系，大家反而只选对于升学有利的社团，根本是本末倒置，越改越烂。不过不少社团的指导老师啊，或者是毕业的社团学长姐表示，学习历程可能只是一部分的原因，高中生不爱玩社团的迹象更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根据很多学校老师啊，或者社团指导老师的观察，他们发现在智慧型手机和行动网络变得普及之后，越来越多的学生对于参加社团活动失去兴趣，因为手机比社团好玩太多了。比方说，以前很多人加社团呢是为了认识有共同兴趣的朋友，但现在网络社群随便找都有一堆社团同好会可以加入，似乎没有参加学校社团的必要。这虽然说面对面互动啊，或是一起练习办活动这类的经验是网络难以取代的，但是对于一些高中生来说，手机网络社群提供的互动更快速、更丰富，已经可以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了。
像是有高中生就说，每天光是要念书补习就已经累死了，根本不会想要再花时间玩社团，只要睡觉前呢滑一些有趣的影片，回忆一下同学的限动就差不多足够了。而也有老师发现，过去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参加社团，是因为他们的表演欲比较强，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发光发热、被看见的舞台。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只要自己用手机拍个短片上传到抖音啊，或者是 IG， 就可以轻易的获得关注。跟风拍个开花舞的影片呢，可能就会有几万人按赞。相比之下，在社团辛苦练习好几个月，都不一定有人会来看你的惩罚。简单来说，社群平台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把这些表演欲强的学生都吸走了，让表演性社团面临了招生的困境。不过呢，以上讲到的这个教改啊、智慧型手机都比较是外部因素，又认为这些社团会倒闭，跟他们自己长年以来的内部问题比较有关系。不少人觉得传统大社存在着很多的陋习，才是让这些社团倒闭的主因。其中大家最常提到的就是学长姐制。很多的表演型社团呢，为了维护学长姐的威严让管理更方便，会在社团里面呢设下很多的规定，像是不可以已读学长姐的讯息，不可以跟学长姐当朋友，看到学长姐一定要主动敬礼打招呼等等。不少人都表示自己在高一还是菜鸟社员的时候，只是犯了一点点的错就要低 B， 被学长姐骂到臭头，好不容易升上了高2阶的干部，还是会继续被卸任的高3学长姐电到飞起来。很多人就批评这种阶级严明、威权管教的方式呢，放在今天早就已经过时了。这个社团会倒闭，真的蛮正常的。而另外呢，也有的人觉得传统大社倒闭潮也跟定位不明有点关系。以康复社为例，很多学校的康复社除了教社员带团康之外，也会教弹吉他、跳舞等等的表演。其实定位上面跟其他社、热舞社都有点点重复。手语社的状况呢也很类似，大部分的手语社呢都很着重跳舞的部分，几乎成为了校内的第2个热舞社，定位同样很模糊。以前在招生人数充足的时候，这些问题还不是很明显，但现在新生对于表演型啊、娱乐型社团兴趣缺，也导致了康复社、手语社要跟热舞社等等的社团抢人，更容易出现招生危机。总而言之这些人认为传统大社本来就有很多的问题，本来就在慢慢的没落，教改啊或者是智慧型手机的出现，比较像催化剂，加速这些社团的消失而已。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传统大社为何倒闭的一些简单整理，而最后我们就要来看看加入什么社团真的对升学影响很大吗？答案是不一定。的确有些教授在看学习历程档案的时候，会从学生参加过的社团来初步判断学生是不是对这个领域有兴趣。不过有很多的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真的就只是初步的判断而已。实际上呢，这个学生是不是真的对这个领域有兴趣、有热情，面试的时候就会知道了。比方说，你的学习历程档案上面写说你有参加生物研究社，但教授问你对什么题目有兴趣，有没有做过什么有趣的研究，都支支吾吾讲不太出东西来。那这样子的经历呢，其实帮助都不大。也有一些教授表示，他们并不在意学生参加什么社团，重点是学生怎么论述他在社团当中的学习经历。比方说，学生参加的是合唱团，但他很清楚地分享了他在社团活动当中学到的沟通合作技巧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经历都可能呢还是很有加分效果的。总结来说，很多教授着重的还是学生实际在社团当中学到了什么，学习热忱有多高。至于社团本身的领域跟申请的科系关联性高不高，可能没有家长或者是外界想的那么重要。随着各校的大社一个个熄灯倒社，相信真的有不少人会觉得有点遗憾，好像自己青春的某一块也跟着消失，也替未来的学弟妹感到可惜。不过如果把时间拉长，会发现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一直都有，每个世代都有不同的社团兴起跟没落。比方说呢，在我们爸妈的年代土风舞社呢也一度是各高中的大社，可是在热舞开始流行之后，很快就全部倒光了。而最近几年呢，虽然参加吉他社啊、流音社的人呢慢慢变少，但有些学校的嘻哈研究社反而现在慢慢的崛起，成为了新时代的大社。也就是说，社团的版图一直都在改变，所以我们认为现阶段观察的重点可能会是社团多元性到底有没有减少。如果说几年之后各个高中的社团数量真的大幅的萎缩，或是变成学术性社团一枝独秀，我们觉得这样子的状况确实需要担忧。毕竟学生社团很重要的价值呢，是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找到一般科目之外自己更擅长、更喜欢的领域。如果社团的选择不够多样我们也很难培育运动啊、艺术、音乐领域的人才，创造更多元的社会。
那么回到现在这波高中社团倒闭潮具体来说影响有多大，到底是好是坏，老实说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理清。所以今天呢就想来问大家，对于高中传统大社的没落你怎么看呢？我觉得很可惜社团的选择不应该跟升学扯上关系。不意外很多大社一堆莫名其妙的传统会倒很正常啊。所以没有什么感觉不同的时代大家有兴趣的事情本来就不一样。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讨论高中大社倒闭潮。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学长解制以及迎新宿营该参加吗？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要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